看了最近的比赛，谁还在说中国足球没未来？谁还觉得咱们青训全是花架子？这几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直接把小编看哭、看染、看懵了。本来万众期待的 U17总决赛，结果被台风白海豚直接吹没了。最后组委会直接官宣中国 U17和阿森纳 U17并列冠军。消息一出，网上嘲讽的声音铺天盖地，捡漏、运气好、不算真冠军、含金量为0，各种酸话满天飞。说实话，不看比赛只看结果，我也会这么觉得。但小编把4场全场回放、战术细节、球员对抗反反复复刷了3遍，我越看越想问大家一句良心话：这真的是运气吗？小组赛绝杀阿森纳是运气，赵松元禁区外以1敌5穿裆跳射是运气，半决赛补时换上门将，连扑2个点球淘汰南美劲旅是运气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8月3日，上海上汽浦东足球场现场9328名观众，呐喊声直接把球场氛围拉满，这是近几年青少年足球最燃的场面，没有之一。本次明日之星冠军杯，咱们的中国 U17 国少对阵的全是全球顶级豪门青训，阿森纳、勒沃库森、比尔巴鄂竞技、阿根廷河床，随便拎一支出来都是吊打同龄人的存在，没人赛前看好咱们能出线，更没人敢想我们能全程不败夺冠。可结果呢？4场比赛3胜1平，全程不败，硬生生把一众欧美豪门摁在地上掰手腕，最后包揽最佳球员、最佳教练、最佳门将3大个人奖项，直接统治整届赛事。就这战绩还要被网友吐槽捡漏，我是真的看不懂。揭幕战打阿森纳 U17，这是含金量最高的一场球，也是最打脸质疑者的一场。开场没多久，赵松元就上演了封神名场面，禁区外拿球，身边整整5名阿森纳球员合围防守，5个人密密麻麻堵死所有传球，突破路线，换做普通年轻球员早就慌了，老老实实回传保命，绝对不敢强攻。但赵松元偏不，脚下节奏一扣一拉，身体灵活穿插，直接从5人包围圈里滑了出来，紧接着一脚冷静穿裆挑射，皮球划出完美弧线，滚入球门死角，1比0率先破冰。还没完，下半场开场刚50秒，赵松元边路高速突破，精准横穿门前，直接打乱阿森纳后方节奏，对方后卫慌乱之中自摆乌龙，比分直接来到2比0。本以为咱们能稳稳拿下比赛，可阿森纳的青训底蕴真的不是吹的，绝境之下连轰2脚世界波，硬生生把比分扳成2比2平，把比赛拖入白热化阶段。全场观众都以为要握手言和的时候，最热血的绝杀来了。比赛第97分钟，伤停补时最后读秒阶段，中国队开出角球，禁区内乱作一团，程胜涵在多人包夹中杀出，基民捅射破门，3比2绝杀阿森纳。我就想问，不是绝杀，这叫运气？赛后镜头里，阿森纳球员一个个瘫倒在地，满脸不甘，久久不愿起身，拼尽全力输掉的比赛，凭什么被轻飘飘一句运气带过？打完阿森纳不到24小时，球队火速轮换休整，面对毕尔巴鄂竞技，全队靠着极致的战术纪律，1比0零封拿下对手。高温天气、密集赛程、大面积轮换，3重压力加持，依然稳稳守住胜利。这是心态和战术的双重胜利，根本不是偶然。第3场对阵德甲劲旅勒沃库森，咱们更是打出了逆风翻盘的教科书。上半场球队防线失误，率先丢球陷入被动，局势一度非常焦灼。关键时刻，赵松元替补登场，仅仅1分钟时间，一传一射直接盘活全队，瞬间逆转战局，彻底踢崩对手心态。赛后，勒沃库森主教练公开夸赞，直言中国队4号球员技术全面，球商超高，完全具备立足欧洲联赛的实力。这可不是客套场面话，是对手心服口服的认可。最戏剧性、最体现球队韧性的，还是半决赛对阵阿根廷河床。熟悉足球的都知道，南美球队的风格就是身体对抗凶狠，小动作多，攻防节奏快，裁判吹罚尺度还宽松。普通球队很容易被冲垮、被针对，整场常规时间双方拼到弹尽粮绝，0比0僵持到底，只能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。而这时候，
主教练福岛敏打出了最绝的一手临场调整，补时阶段果断换下首发门将姜承恩，派上替补门将姜育涵。说实话，当时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，临阵换门将是兵家大忌，替补门将几乎没有大赛经验，上场前连手心的汗都没擦干，太冒险了。可结果呢？姜育涵临危受命，上场之后心态巨稳，直接2度扑出河床点球，硬生生把球队送进决赛。这种敢赌、敢变、敢调整的魄力，加上球员绝对不崩盘的心理素质，凭什么不配拿冠军？4场不败，连斩4大欧美豪门，包揽3项大奖，这样的成绩凭什么不被尊重？看完这场热血满满的杯赛，激动过后，我心里其实只剩一个遗憾，特别惋惜，甚至有点不甘心。大家都知道赵松元有多强，门前终结，身体对抗，禁区冲击力，同龄段国内无人能打，是妥妥的顶级得分手。但全程看比赛就能发现一个致命问题，咱们的中场太弱了，经常出现前场赵松元一个人拼命跑拼命抢，后场传球迟迟不到位的情况，中场没人梳理节奏，没人精准输送，没人撕开防线，每次进攻都靠前锋单打独斗，赢球赢得太吃力太被动。明明我们有完美的解决方案，有最适配赵松元的中场大脑，就是本次上海 U17 的核心吕梦阳。同样是面对阿森纳高大后卫的围堵追截，他不靠身体硬撞，不靠蛮力突破，全靠顶级的球场视野、节奏变化和传球思路，轻松摆脱防守，盘活全队。他最无解的能力就是直塞传球，总能精准看穿对手防线漏洞，把球稳稳送到前锋的冲刺路线上。简单说，赵松元是攻城拔寨的重矛，负责终结进球；吕梦阳是运筹帷幄的军师，负责创造机会。这2个人一旦合体，一传一射，一守一攻，绝对是国内 U17 的无解黄金组合，能直接拉高整支队伍的战术上限。可现实有多讽刺？吕梦阳常年在海外留洋，技术风格、球场视野、战术意识完全接轨欧洲主流青训。本次更是带领上海 U17 掀翻阿森纳梯队，实力肉眼可见，但直到现在他一次国家队试训机会都没有，教练组宁愿提拔更小年龄段的球员，也不愿意给这位完美适配的中场核心一个机会。咱们的 U17 马上就要奔赴卡塔尔世界杯，迎战西班牙、摩洛哥这些世界级强队，明明有补强阵容的最优解，却偏偏不用，眼睁睁看着赵松元在前场孤军奋战，这真的是球员能力问题吗？根本不是，是固化的选材思维、刻板的选拔壁垒，困住了中国足球的新生代希望。不过抛开遗憾，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如今的中国青训早就不是以前死气沉沉的样子了。多元化的培养模式，遍地开花的留洋阵容，正在悄悄改写中国足球的命运。资深足球评论员张璐早就说过，这一批 U17 球员是近10几年天赋和成色最好的一批，只要稳扎稳打，科学培养，不瞎折腾，不走弯路，2034年、2038年绝对是中国足球的巅峰期，完全有实力冲击世界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批球员大多出自董路的中国足球小将体系，邝兆磊、赵松元、南子勋这些核心球员从小一起训练，一起比赛，默契度远超同龄队伍。配套的2034杯赛事专门补齐了国内青少年赛事短缺的短板，以赛代练、高强度实战，让孩子们从小就适应高压赛场。这也是这批球员心态稳、韧性足的核心原因。更让人振奋的是，不止国内青训崛起，海外留洋的年轻球员也迎来了井喷式爆发。各个年龄段、各个联赛都有中国少年的身影。18岁的天才前锋魏祥新曾入选卫报全球60大天才少年，如今正式签约法甲欧塞尔5年长约。首秀就成功破门，稳稳立足欧洲职业赛场，未来很可能成为5大联赛的常客。21岁的中场王柏豪续租何以邓博士，上赛季稳稳坐稳主力，新赛季热身赛全程首发打满全场，用稳定表现守住自己的留洋席位。22岁的徐斌在狼队 U21 持续历练，打磨中场防守能力，未来有望成为国足后腰防线的关键球员。19岁张家明效力伯恩利 U21， 连续2场热身赛破门，进攻天赋完全兑现。年轻一代的留洋脚步甚至比我们想象中更早更快。14岁的李浩言成功入驻巴萨拉玛西亚 U15， 直面全球最顶级的青训竞争。16岁的刘凯元在比利亚雷亚尔 U19 站稳脚跟。
万象在贝尔格莱德红星 U19 打出亮眼表现，从14岁的小将到22岁的成熟球员，从西甲、法甲到荷乙、英超梯队，中国留洋不再是单点突破，而是规模化、体系化的全面开花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清醒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的胜利只是邀请赛的阶段性成果，不能盲目吹捧、过度神话。阿森纳、勒沃库森派出的只是梯队阵容，和正赛的对手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11月的 U17世界杯才是真正的大考，但小编始终相信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从赵松元、吕梦阳的天才涌现，到大批少年留洋深耕，从民间青训崛起到官方体系完善，中国足球的冻土真的已经慢慢化开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